你記住，能我娶寡婦，莫娶生妻。咪住先，乜嘢叫做生妻啊？後生嘅老婆啦，唔係啩？有後生嘅老婆都唔娶，要娶個寡婦？老祖宗有句好經典嘅俗語：寧娶寡婦，不娶生妻。咁點解呢？首先我哋要搞清楚乜嘢叫做生妻呢？生妻指嘅係後生嘅妻子，只不過呢類型嘅妻子已經同原先嘅丈夫解除咗婚姻關係噶啦。簡單啲嚟講，即係老公尚在人世，但係離咗婚嘅女子。至於生妻呢個詞嘅起源，講起身係有段小故事嘅。最早係出現喺西漢時期嘅外交家蘇武身上。話說當時候蘇武因為俾扣押匈奴，翻唔到屋企，但係佢妻子不甘寂寞，改嫁他人。蘇武知道咗之後就好嬲，將佢妻子休咗。所以生妻呢個詞由原本指後生嘅妻子，後嚟就用嚟特指犯咗七出之條，俾丈夫休咗嘅女子啦。所以喺古代生妻多數係俾夫家休咗嘅。咁乜嘢情況下先至會俾休呢？古人休妻有7個條件，亦即係平時我哋睇古裝劇經常聽到嘅七出之條或者係七去，只要符合其中一個就會俾休噶啦。喺大戴禮本名裏面就有記載啦，婦有七去之條，不順父母去，即係話妻子唔孝順家公家婆嘅休，無子嘅休，淫蕩嘅休。妒去即係妒忌休，惡疾去，多言去。咁多言去指嘅就係口多多，經常講人是非嘅長舌婦都要休。仲有一個就係盜竊去。呢一個就係古人休妻嘅7個理由啦。咁俾休得嘅多數都係犯咗呢啲錯誤。所以你睇翻古代女子嘅地位係好卑微嘅，婚姻都係好被動。就算婚姻唔幸福都好少可話會主動提離婚嘅。咁有休妻又有冇休夫呢？都有嘅，不過好少。譬如話姜子牙喺佢未發跡之前，就係因為俾佢老婆馬氏嫌佢窮，所以俾休咗啦。仲有明朝有位名將叫戚繼光，因為3妻4妾，所以俾佢妻子王氏休咗，咁最後仲落得好悲慘嘅下場。而古代女子俾夫家休咗之後，人生都係好悲慘嘅。一方面俾婆家趕扯，而另一方面外家又唔接納，事關外家嘅父母兄弟姐妹都會覺得好難堪，甚至覺得好失禮。呢一個就係古時候嘅生妻啦。咁至於寡婦又點解呢？寡婦係指死咗老公嘅女人，孤寡無依嘅婦人。喺古時候男尊女卑嘅封建社會，咁寡婦嘅地位都係好低嘅，生活亦都好艱難。本嚟死咗個老公都好慘噶啦，仲要俾人話係克婦。喺古時候，一旦成為咗寡婦之後，注定一世冇運行，甚至係孤苦伶仃，冇得改嫁。同時，亦都要擔起照顧死鬼老公嗰邊嘅父母同埋仔女。呢一個就係古時候寡婦嘅人生啦。所以你睇翻生妻同寡婦嘅區別就好明顯咯。生妻係老公尚在人世嘅，只不過係因為犯咗錯，犯咗7出之條，所以俾夫家休咗嘅啫。而寡婦就係因為冇咗老公，失去咗老公，個老公唔喺人世噶啦。但係說話又講翻轉頭咯，點解古人認為娶寡婦都唔寧願娶呢個18歲卜卜脆、年輕貌美嘅生妻呢？事關古人認為寡婦係被逼形成嘅，但係生妻就係自己形成，係自己造成嘅。咁喺古人眼裏面，生妻雖然唔算得上係大奸大惡之人，但係肯定就唔係良家婦女。尤其喺古代，古人認為3從4德係好緊要嘅。咁既然俾休得，即係代表本性人品有問題啦，冇嚴格遵循到呢一個封建嘅道德觀念，先至會俾休。再加上古人認為生妻係好唔老禮嘅，可想而知，古時候嘅女子寧願忍受丈夫3妻4妾壓迫或者係虐待，甚至係寧願死喺婆家，都唔寧願俾休，受人指指點點，一世都咁悲慘。所以你睇翻喺咁樣嘅情況之下，古代男子又點會想娶生妻至得噶？就算再靚再後生套都唔敢娶，驚萬一娶佢翻嚟之後，佢又喺度犯無子不孝，又或者係出軌等等7出之條，咁係弊。咁相比之下，古人更加願意娶寡婦。雖然同樣都係冇咗老公，但喺古人眼裏面本質就唔同啦。一個寡婦願意為丈夫守寡，即係體現到佢忠貞同埋有品德啦。所以就有咗呢一句寧娶寡婦不娶生妻嘅俗語啦。
嗱，其實古人之所以有咁樣嘅思想，主要係受封建思想嘅荼毒，以及長期受呢個男尊女卑嘅思想嘅影響。嗱，古時候嘅女子之所以成為生妻，唔係話因為佢一定犯咗七出之條，有可能係身份太卑微啦，俾丈夫生安白做一個罪名落去。寧娶寡婦不娶生妻呢句說話放到依家等唔等使呢？嗱，我認為係唔啱用嘅，唯一啱用嘅就係七出之條裏面嘅道德規範，提醒咗我哋乜嘢該做，乜嘢唔該做。咁當然啦，社會係不斷發展，時代都喺度進步緊嘅。依家講求嘅係男女平等、婚姻自由啊嘛。就算係離咗婚嘅女子，一樣可以勇敢面對生活，一樣可以追求自己嘅幸福啫，係咪？我哋都唔應該帶有歧視同埋偏見，所以話不娶生妻呢個講法應該要淘汰啦。咁好啦，咁到最後又輪到你發揮，講下你又點睇寧娶生妻不娶寡婦呢一句俗語呢？如果俾你穿越到古代，你係寧願娶生妻定係寧願娶寡婦呢？留言話我知，我哋下一期再見，拜拜。